记录晚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是我纠结了好久啊，然后才终于下手买来的两款赛博世界主题的变形金刚玩具。一边是这个极小简易变形的擎天柱，然后选择的是这个非常经典的没有任何这个能量配件的造型。整个观感还是不错的，手臂方面是没有任何这个肘关节的可动，但是面雕还是非常精彩的。为什么买这一套呢？是因为这个擎天柱和这边的大钢索可以进行这种合体连载，还有把它当成载具等发射炮台的一些玩法。后面还有一只这个萨克巨人，我也很喜欢。虽然这个变形呢就是一趴，但是呢整个是把变形金刚的这个玩具属性发挥到淋漓尽致了。而且大家可以现在看到啊，我觉得变形金刚产品线它已经就是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了。一方面这个所谓的低龄线，其实它更加聚焦于这个变形金刚的传统玩具的属性，它身上有很多的玩点，比如说声光电的一些特效啊，或者说这种联动的这种场景的玩法。那另外一种呢，就像我们常规的比如说 SS86 系列新的这个所谓的经典 3.0 系列，比如说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天尊世代的这个13天元这些角色出完，你会发现更像是大家在利用这个平台，或者说官方在利用这个平台，把我们曾经熟知的漫画人物，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经典线进行一些复刻，就是聚焦于玩具的这个可动人偶方面，它更像是一个可动人偶。从当年的2019年开始，围城线啊，就是 Sage 那个线啊，所有的玩具基本上都做出了这个脚部接地可动，我就感觉啊，就是变形金刚开始更像这个可动人偶的方向去靠拢了，更精彩的面雕，更好的可动性，然后更加还原的造型，会是玩具的卖点。当然之前 SS86 线的这个大火车除外啊，我觉得它是还原了载具形态，但是人形确实是有点消瘦啊。回到这次玩具的主题啊，刚才聊的比较多，刚才看过了擎天柱，我们看一下这个钢索。钢索呢，从脚底到头顶的这个高度，我目测了一下，大概在23公分左右，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形金刚。但是呢，它身上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关节是比较少的，有格林机关炮，背后的场景玩法就比较诙谐幽默了，因为它的这个变形呢，基本上是这个猛兽侠里面霸王龙的那个套路啊，你会看到头。手臂的这个隔离机关炮其实就在两边，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大腿和它的胸腔部分其实没有任何的变形，能够去把玩的玩法呢有很多，而且你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那这边呢可以被擎天柱大哥当成这个宠物骑，然后可以成为大哥的这样一个载具形态，还可以直接把炮台和龙头彻底拆下来，变成大哥的一个炮台型的载具。那么我们直接来开箱吧。好的，本次变形金刚赛博世界的擎天柱和钢索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这一次是以兽形和擎天柱的载具形态给大家去做一个基本的展示。纸品方面呢，有2张说明书，擎天柱是4部变形，所以说明书就是一个对开的。然后钢索这边呢，则是要介绍它后续的这个多种玩法，所以说它的说明书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呢，其实步骤也是非常简单，有一些东西呢并没有交代的很清晰，但是呢有一些联动的这个机构，我个人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而且让我比较意外的，这个地方写的竟然是6家，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4家的产品线的玩具啊，还是蛮有意思的吧。放到一边去啊。首先呢，这个钢索如果说身高还是比较魁梧的话，它的这个长度呢也是非常惊人，长度这边是直接来到了将近32公分的样子啊。那毕竟龙头还有这个机关炮，那么先从钢索开始聊起吧。简单来看一下它身上的这个造型啊，怎么说呢？这个钢索这么看的话还不算太牵强。稍微拉远一点镜头给大家看一下，确实有点角度限定啊，因为它没办法，就是比如说你把它抬起来的话呢，这个看起来呢就已经有点像
比较猥琐的霸王龙啊。因为龙头方面呢，其实它如果说转轴在这个下巴部分的话呢，可以显得比较好玩，但是现在这个转轴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区域，这个霸王龙呢就会显得就是天生的这个有点发育不良，然后屁股这边没有，然后后续的这个尾巴部分也不是发展的很健康。但是如果说你往这边折着，然后是一个准备捕猎的奔跑的这个姿态的话呢，这个霸王龙呢依旧是造型方面还是比较能打的，个人觉得还 OK。那整个脊柱方面是比较直的，尾巴你可以往下面调，当然呢你如果实在想的话呢，把这边往上面转，然后做成这个尾巴往两边动的这种感觉也是 OK 的。在霸王龙的形态下面，它一共有几种玩法，一个是脑袋部分的这个开合，它是靠这边是一个波动的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边呢是这边的隔音机关炮，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旋转机构，一摁它就可以转上个2-3圈。这在以前的小时候的麦当劳的玩具里面经常会见到啊。现在麦当劳的玩具呢也没有以前好玩了，真的是让人不禁感慨啊。龙形态就是这么多，然后我们现在为了让钢索成为这个擎天柱大哥的好搭档啊，我们要把它这边的一个小机关拔出来，就是它这个脊柱方面有一把像宝剑一样的这样一个机构，抽出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背面呢还是有刻画一些细节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转轴转出来，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去跟擎天柱大哥变形之后做一个联动。那么这边拿出擎天柱大哥，简单的卡车的造型，前面呢还是非常有这个很还原赛博世界的动画里面造型，侧面的这个就比较简陋了，水瓢的类似于水瓢一样的这样一个腿部，内部呢有一些细节，正面呢也是有细节刻画的。大小方面呢跟1:64的小车比起来呢还是要大上一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尺寸呢还是比较和谐，无论是轮胎还是整个车型的大小，如果放在现实里面，我觉得这个卡车呢也应该要有这么大，对吧？来到变形的部分呢，其实是异常的简单畅快的。这边呢，我们首先把这个手臂一打开，脚部稍微调整一个角度，然后呢，它这边比较有意思的联动玩法就出现了。背后的话，你会看到有几个钢钉、铆钉，它其实是类似于一个平行四边形的这样一个转轴。转过去之后呢，头部就直接伸出来了。看，我们再来看一次啊，把它这边先收回去。好，我们把这个转轴推上去，然后下来，头部就伸出来了。好，这个结构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设计的蛮有意思的。我们再来，在镜头面前再来一次啊，就翻出来了。擎天柱大哥的这个变形呢是异常畅快啊，然后这边的卡扣一解锁，它的可动性有手臂360的旋转，然后呢有一个左前就是两侧的这个平台不到90度，然后呢腰部有一个腰转，再加上这个腿部屈膝90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太多的可动性，你要它砸个地也能勉强砸，只不过头部的这个方位有些问题，也没有给任何的武器。但是我觉得材质方面呢，确实是儿童玩具的这个等级啊，非常的扎实，而且厚实。这么小一个玩具呢，轮胎叮叮当当的，推车也是没有问题。那这边轮胎是不是就相当于擎天柱大哥的武器呢？我们这边也不得而知啊。像是手臂后面有2对风火轮一样。这边的这个搭载方式，其实你既可以插在它屁股后面这个小洞，也可以让它更稳定一点，插到它这个腰部。我觉得要看个人的选择啊。插上去之后呢，作为这个龙骑士，我们擎天柱大哥就已经搭载完毕了。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造型怎么样？我是觉得呢，是在牵强之余呢，又有一些诙谐幽默。那毕竟是卡通片嘛，整个的观感方面就是这个样子。那随便拿出一个D 级这个充电器，做一下横向对比。其实这款玩具呢，真是非常长，然后呢个头呢也还是挺大的。那么来到这边的钢索的简单变形部分，把擎天柱大哥拧下来，稍微罚站一下啊。站到一边去，来到我们这边钢索的变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你需要首先把这边插回去，然后调整好姿态，这个脊柱部分或者说它的这个尖头的部分就 OK 了。
脚部呢会听到咔啦一声，然后手臂呢也是，不是手臂啊，它这个地方，然后手臂拉下来，这个地方呢是会有一个圆形的孔洞，把这个卡榫插上去，背面也是一样，就形成了钢索的一边的肩膀部分。然后这个地方呢不要乱掰啊，因为这里其实是一个联动机构，这边的手臂呢也是放下来，目前钢索呢就是一个这种侧腰站着的这个姿态，还是挺诙谐幽默的啊。然后呢我们通过按压这个地方的这个小机关，把它钢索的这个脑袋就很可爱的冒了出来，再同时把这边一放过去，这个翻折的一放过去，它后面有个弹簧就解锁了。我们再来试一次，像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按动背后的这个挡板，腿部就转过来了。但这一点呢，说明书上其实没有着重的描写。我觉得可能是在设计师觉得大家自己把玩的时候能够发现这一点，应该是比较有趣的啊。这个身高大小呢，可以说是高下立判啊。这边是擎天柱，确实是一个曾经的指挥官等级或者说口袋级的一个玩具。然后这边是电影系列的这个充电器，大小就是这个样子。身高比例方面呢，确实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距。那也算是钢索系列玩具里面就是块头比较大的了。虽然它不是这个SS86系的那种产品的造型和风格，但是大家也看得到啊，它身上的其实面雕方面还是非常正的。钢索的这个头雕呢，我觉得属于百看不厌，尤其我是喜欢这个红眼的版本，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种呢？头雕方面呢，依旧是没有旋转的可动，手臂方面可以平抬到90度，然后两者的手臂呢都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然后这个前面的这个龙头，还有这边的格林机关炮呢，也都是可以旋转角度，所以可以做成这种双枪双持的这个姿态。腰部呢是有一侧的这个腰转，只能往它的这个腰部呢只能往这边转，另外一侧千万不要转动。腿部呢屈膝幅度超过90度，然后呢脚部不算是接地，是一个变形的需要，稍微有些可惜，有做一个斜切的角度作为接地。大腿根部呢有一点点微微的旋转角度，它其实就是个球形关节啊。个人觉得呢算是一款类似于大胶的这种玩具。然后背后呢，其实你说偷胶位嘛，其实也就是这个小腿背后呢有些空洞，其他部分呢还都是比较完整的。它和擎天柱大哥的这个联动呢有非常多的模式啊。我这边呢其实想展示的也就是它作为这个擎天柱大哥的载具的这样一个方式，或者说一个战斗机台。把这边打开，这边甚至还有一个类似于操纵杆的这个东西啊。当然我觉得这种搞法呢其实也是就是你说它是硬凹的这种玩法，我觉得也算吧。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我觉得这种搭载模式也是 OK， 把擎天柱大哥就这么架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呢你要把这个搭载上去也 OK， 或者说怎么样，我觉得都是以自己的喜好为主啊。你像这边加载上这边的这个龙头，然后这里再把这里加载出来，然后它通过这上面的2个卡扣，可以把这个钢索的这个龙头再装上去。你说这个战斗机甲或者说战斗平台酷不酷吧？我是觉得还可以，也算是耐看吧。总的来说，这个造型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款玩具呢，其实可以把玩的属性或者说摆场景的属性是存在的比较好的。虽然说一开始定价是比较高的，但现货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大家可以自己蹲一蹲，各凭本事啊。我觉得这一套呢，目前我就在1张半的情况下收完了这一套，体验还是非常不错，而且块头够大，把玩素质够扎实。如果喜欢这种造型，然后有的时候确实是想玩一些返璞归真的玩具，而不是单纯的可动人偶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波这个玩具啊，或者说自己线下店去看到实物之后再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和定夺。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偷羊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个拜。